事以密成，予以懈败，沉默，是世间最高级的自我保护与力量积蓄。韩非子说难中有言，事以密成，予以懈败，这寥寥8字，如同一口幽深古井，倒映出千百年来人性与成败的亘古定律。它并非简单的劝诫人少说多做，而是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生存智慧与力量哲学。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沉默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唯一密道。我们似乎活在一个宣告式的时代，朋友圈里有人刚刚萌生一个创业念头，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宏伟的商业计划书；健身房里有人刚刚办好年卡，就昭告天下要练出马甲线；书桌前有人刚刚翻开一本书，就立下一年读完100本的豪言壮语。喧嚣的宣告如同夏日骤雨，来得猛烈，去得也快，最终往往只留下一地狼藉的自我感动与他人眼中雷声大雨点小的笑柄。古往今来，多少宏图伟略因过早张扬而如晨曦朝露，在第一缕质疑的阳光下便蒸发殆尽；多少灵光乍现因轻言泄露而被庸人窃取，或被舆论的口水淹没；多少苦心孤诣的布局因一句不经意的炫耀，最终功败垂成，满盘皆输。言语如水，一旦倾泻，便再难收回。它能滋养万物，亦能掀起滔天巨浪，将你亲手搭建的沙堡冲得无影无踪。而缄默是金，是那看似无形，却能抵御万钧之力的能量护盾。它守护着行动的私密空间，呵护着成功的微弱火种，更在暗流涌动的博弈中，为你锻造出最致命的一击。真正高段位的玩家，都懂得将自己调至静音模式。这不是孤僻或怯懦，而是一种洞悉世事的清醒，一种积蓄力量的自持，一种在喧嚣尘世中守护精神高地与行动自由的顶级策略。让我们沿着3个维度层层深入，探寻沉默这门几乎被遗忘的艺术。1. 未萌之志，缄默为壤，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野蛮生长。孔子曾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的智慧在于深刻理解了一个念头从萌芽到参天的脆弱过程，那尚未清晰正在孕育的志向，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最需要的不是阳光雨露的过早催熟，而是沉默这片深厚静谧的土壤来涵养根系。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一个绝妙的点子在你脑中闪现，你兴奋地告诉最亲近的朋友，得到的却是这不靠谱，你想的太简单了的善意提醒。那团火瞬间暗淡了几分。当你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学习一项新技能，你将此公之于众，随之而来的是无数的关心与监督。这种外部压力反而让你从内在的热爱变成了被动的表演。一旦遭遇瓶颈，放弃的念头便如野草般疯长，因为你害怕辜负他人的期待，更害怕面对宣告失败的窘境。过早的倾诉是一场豪赌，你赌的是听众的智慧、格局与善意。然而，人性是复杂的，无意的冷水可能源于对方认知局限的保护性反应，善意的干扰可能出自对方经验主义的狭隘关怀，更不用说那些潜藏在暗处的嫉妒与算计。你的雄心壮志在他们耳中
不过是又一个可以被窃取或被扼杀的幼稚想法。歌德曾警示，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请注意，他说的是创造价值，而非宣告价值。价值诞生于沉默的创造过程，而非喧嚷的自我标榜。J.K. 罗琳的魔法世界诞生于无数个沉默的咖啡馆午后。在《哈利波特》横空出世之前，没有人知道 J.K. 罗琳是谁。她是一位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单身母亲，靠着微薄的失业救济金度日。在她人生的至暗时刻，一个关于魔法男孩的念头闯入了她的脑海。这个念头，在当时任何人看来，都近乎天方夜谭，是一个成年人不切实际的幻想。罗琳深知这一点，他没有四处宣扬自己要写一部将改变世界的奇幻小说，他选择了最彻底的沉默。在爱丁堡的各色咖啡馆里，他用一杯咖啡的价格，为自己换取一下午的温暖与写作时间。在女儿熟睡的间隙，在无人打扰的角落，他秘密地一个词一个词地构建起那个庞大而迷人的魔法世界。霍格沃茨地城堡，对角巷的喧嚣，魁地奇的呼啸，伏地魔的阴影，这一切都在绝对的沉默中。由一个脆弱的念头，野蛮生长为一棵文学奇迹的参天大树。他将这份沉默保持了整整5年，直到书稿完成，他才开始寻求出版。被12家出版社拒绝的经历，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早已将梦想公之于众的人。但对罗琳而言，这只是沉默耕耘后寻找一片合适土壤的过程，因为他的梦想早已在沉默的滋养下变得坚不可摧。试想一下，如果罗琳一开始就大肆宣扬他的魔法世界计划，他会听到多少质疑？一个单亲妈妈还不好好找份工作，写给孩子的书能赚钱吗？这种老套的魔法故事，谁会看？这些言语足以将那个最初的珍贵的火花彻底浇灭。与罗琳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宣告式努力。许多人将开始误认为是成功，将宣告误认为是行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精心设计自己的努力人设，用华丽的词藻包装一个尚未成型的想法。这种行为的底层逻辑是通过外界的点赞与认可来弥补内心动力的不足。然而，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做替代性满足。当你向他人夸夸其谈你的目标时，大脑会产生一种你已经实现了目标的错觉，从而削弱了你真正付诸行动的决心。正如那位重新绘制中国蝶类分布图的年轻昆虫学者，他心中那份重绘山河蝶影的宏愿，在旁人看来近乎痴狂。他没有去申请课题，也没有去寻求赞助，他像一只含着珍珠的蚌，紧紧闭上了自己的壳。他深知，一旦打开，那颗尚未成型的珍珠只会被泥沙磨损，甚至被旁人取走。于是，他开始了一场长达10年的壮阔而沉默的远征。在那些看似无目的的闲游中，他独自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森林幽谷，忍受孤独、恶劣天气与毒虫的侵扰。他与蝴蝶对话，与山川为伴。当那部沉甸甸的专著出版，震惊学界时，有人们才恍然大悟，他沉默的背后藏着一片何等壮丽的星辰大海。所以，
如果你心中也有一个梦想的种子，请务必先给它一片沉默的土壤，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秘密地为它浇水、施肥，让它的根系深扎入现实的岩层。当它长成一棵无法被轻易撼动的大树时，再让世界来欣赏它的繁花与硕果。那时，所有的赞美都将是实至名归的加冕。2. 私欲之戒，沉默为凭，守护精神的城堡，隔绝无谓的内耗。如果说第一层的沉默是为了保护脆弱的事，那么第二层的沉默则是为了守护更为核心的人。古罗马哲人西塞罗有句箴言，每个人的私事就是他的城堡与要塞。这座城堡守护的是我们内在的秩序、专注的力量，以及那片不容侵犯的精神疆域。在这个信息爆炸、边界感日益模糊的时代，学会用沉默为自己的私欲拉起一道屏障，显得尤为重要。雨果曾感叹，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而这份心灵的广阔与深邃，恰恰需要沉默的屏障来维系其完整性。过度的暴露与分享，会让你的心灵从一片深邃的海洋变成一个谁都可以来游泳的浅滩。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被解读、被评判、被消费。这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被看见，会引发巨大的精神内耗。你发一张旅行的照片，有人会评价你的穿着，猜测你的消费水平；你分享一句感悟，有人会揣度你的心境，甚至曲解你的本意。你展示自己的家庭生活，更是将最柔软的软肋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了维护那个被塑造出来的完美形象，你开始字斟句酌，开始表演生活。渐渐的，你忘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沉默是拒绝被他人定义的权利。18世纪中叶，日内瓦的钟表匠雅克·德罗兹 Jacques Droz 为我们上演了一场关于沉默与创造的极致艺术。他毕生最大的杰作是耗费数年心血秘密制作的3件精密自动人偶，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在他的时代，这是一个疯狂的项目。他要挑战的是机械的极限，也是造物的边界。他深知，一旦这个计划泄露，他将面临的不仅是同行的嘲笑，更可能是来自教会亵渎神明的指控。于是，他将自己的作坊大门紧紧关闭，拉上了厚重的窗帘。在那间与世隔绝的作坊里，时间仿佛静止了。他将所有的好奇、非议、喧嚣都隔绝在外，世界缩小到只有他、图纸和成千上万个细小的零件。他与齿轮对话，与杠杆共舞，将灵魂的节奏注入冰冷的金属之中。这是一种极致的孤独，也是一种极致的专注。他所有的心神都凝聚在指尖，去实现那个能书写、会绘画、懂演奏的奇迹。当这3件惊世之作最终在路易16的宫廷揭开神秘面纱时，整个巴黎为之沸腾。人们看到的作家能够用鹅毛笔蘸墨写出工整的句子，写字时眼睛还会追随着笔尖移动。画家能绘制出4幅不同的图画，包括国王路易15的肖像。音乐家则能在管风琴上弹奏出悦耳的乐曲，手指灵活，仪态优雅，甚至还会随着音乐呼吸起伏，满座皆惊。他们看到的
不仅仅是巧夺天工的机械奇迹，更是沉默岁月里一位匠人精神疆域的绝对完整与不可侵犯。那扇紧闭的大门，为他守护的正是那份不被干扰的心无旁骛的创造力。他的沉默是一道坚实的屏障，让他的精神世界得以保持高度的秩序与纯粹，最终孕育出震撼时代的结晶。另一位将沉默之屏运用到极致的大师，是文学巨匠马塞尔·普鲁斯特。为了完成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他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巴黎奥斯曼大街一间用软木塞铺满墙壁的卧室里。这间著名的软木塞卧室，是普鲁斯特定制的沉默胶囊。软木塞隔绝了窗外一切的车马喧嚣与市井噪音，为他创造了一个物理上与心理上绝对的静谧空间。在这片寂静的领地里，他得以沉潜到记忆的最深处，打捞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时光碎片，贡多马镇的气味，马德琳蛋糕的味道，盖尔芒特家的沙龙，这些感官的细枝末节，只有在绝对的沉默中，才能被精准地唤醒与捕捉。他的沉默不是逃避世界，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拥抱世界。他用沉默的屏障隔绝了当下的干扰，从而获得了通往过去的钥匙。如果他当时也像今天的作家一样，频繁参加社交活动，在媒体上分享创作进度，他的心灵能量将被大量耗散。那部需要极度内省与专注才能完成的巨著，恐怕永远无法问世。回到我们自身，你的心灵是否也需要一扇需要时能紧紧关上的门？在这个鼓励分享甚至强迫分享的时代，主动选择沉默是一种难得的清醒与力量。你不必向世界解释你的悲伤，因为真正的关心寥寥无几，而窥探的目光无处不在。你不必展示你的所有幸福，因为人性中的嫉妒如影随形，过度的炫耀往往会招致无妄之灾。你不必剖析你的全部思想，因为深刻的见解在传播中极易被浅薄化、标签化。守住你私欲的边界，就是守住你精神的元气。在沉默中消化情绪，在独处中整理思想，在不被打扰的状态下积蓄能量。这道沉默的屏障能帮你过滤掉 99% 的无效信息与人际噪音，让你把最宝贵的精力留给那 1% 最重要的人和事。3. 关键之行，沉默为刃，在胜负未分的牌桌上亮出底牌。如果说前2层的沉默是守，那么第3层的沉默则是转守为攻的攻。它不再是土壤与屏障，而是一把锋利无比、寒光四射的利刃。鬼谷子曾揭示谋莫难于周密。何为周密？最高级的周密，就是让你的意图在付诸实施的最后一刻之前，始终处于不可知的状态。当行动逼近紧要关头，当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沉默便是一把无形的利刃，它向内切断一切可能动摇军心的干扰，向外斩断对手所有预判的路径。孙子亦名言：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这藏与动的极致转换，皆需沉默的掩护，方能出其不意。如神出鬼没，言语上的暴露，无异于在夜战中点燃火把。你以为照亮了前路，实则将自己变成了敌人的火把子。历史的棋局，
往往由沉默者落子定乾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策划的诺曼底登陆，是人类战争史上事已密成的巅峰之作。为了确保这次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行动能够成功，盟军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战略欺骗行动——坚韧行动 （Operation Fortitude）。这场行动的核心，就是用铺天盖地的噪音来掩盖真正的沉默。盟军在英国东南部虚设了美国第一集团军群，由名将巴顿挂帅指挥。他们制造了大量的充气坦克、橡皮飞机、假大炮，伪造了密集的无线电通讯，甚至还聘请演员扮演巴顿，在多佛地区频繁露面。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信，盟军的主攻方向是加莱，而非诺曼底。在这些喧嚣的假象之下，真正的登陆部队在绝对的沉默与保密中集结、训练、待命。数十万士兵，没有人知道准确的登陆地点与时间，所有的行动都在最严格的信息管制下进行。这种极致的沉默，让德国的情报机构变成了聋子和瞎子。1944年6月6日，当盟军的舰队如幽灵般出现在诺曼底海岸时，德军的大部分精锐部队还在加莱地区严阵以待，等待着那个由谎言构成的巴顿军团。沉默在此刻化作了最锋利的尖刀，刺穿了希特勒看似固若金汤的大西洋壁垒。这场伟大胜利的基石，不仅是士兵的勇气与先进的武器，更是那深不可测的、令人窒息的战略沉默。商场如战场，沉默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器。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贾伯斯，就是一位深谙此道的现代大师。在他的执掌下，苹果公司建立了一种近乎偏执的保密文化。在新产品发布前的数月甚至数年里，整个项目都处于绝对的黑箱状态。参与者签订严苛的保密协议，不同部门之间信息隔离，原型机被伪装和层层锁定。这种极致的沉默起到了双重作用。首先，它杜绝了竞争对手的抄袭与应对。当 iPhone 横空出世时，整个手机行业都被打得措手不及。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巨头根本没有时间反应，市场格局一夜之间被彻底颠覆。其次，也是更为高明的一点，这种沉默本身就是最强大的营销武器。它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一种巨大的悬念与期待感。每一次苹果发布会都像是一场揭晓世纪谜底的盛典。当贾伯斯穿着他标志性的黑色高领衫，站在舞台上，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划时代的产品，说出那句经典的 "One more thing" 时，沉默在瞬间引爆为全球性的狂欢。他用长时间的缄默积蓄了无与伦比的市场势能，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刻一次性释放，其冲击力无人能及。而最令人动容的沉默之刃，往往淬炼于个人命运的极限绝境。19世纪的法国数学天才埃瓦里斯特·加罗瓦 Évariste Galois 在他短暂而炽热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最悲壮的脚注。因卷入政治斗争，年仅21岁的加罗瓦被迫接受一场不公平的决斗。在决斗前那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他深知自己可能命不久矣，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但他没有绝望，没有向朋友哭诉，
更没有时间去向世界解释他脑中那些超越时代的伟大思想。在油灯微弱的光芒下，他选择了与时间赛跑，与沉默为伴。他争分夺秒地极其秘密地将他关于群论的划时代思想狂乱地倾注于手稿之上。他在纸边潦草地写下：我没有时间了。这不是对命运的哀叹，而是在与死神争夺智慧的火种。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些思想的只言片语，因为他知道这些思想太过超前，匆忙的解释只会引来误解与遗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它完整地、沉默地记录下来。第二天，加罗瓦在决斗中倒下，但他留下的那份在静默中淬炼出的手稿，却如同一颗延时引爆的炸弹，在他殒命多年后，经由后世数学家的整理与发掘，彻底引爆了整个代数学界，照亮了一片崭新的天空。加罗瓦的沉默是天才在生命尽头为人类文明铸造的最后一把，也是最锋利的一把利刃。他告诉我们，最璀璨的思想往往诞生于最深沉的静默之渊。在喧嚣中学会闭嘴，是我们一生的修行。老子在《道德经》中警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梦想是你的鱼，才华与底牌是你的国之利器，而沉默正是那护佑鱼与利器的深不可测的渊。它绝非消极的退守，而是一种动态的、充满智慧的权力平衡。我们常常高估了言语的力量，却严重低估了沉默的价值。我们渴望被理解，却忘了真正的理解源于你做出的事，而非你说出的话。我们渴望被看见，却忘了最高级的亮相是携带着成果的石破天惊。看看冰山，它浮在水面上的部分只占其总体积的1/10，那水面下沉默的、庞大的、看不见的9%，才是它真正的力量所在，决定了它的航向与威力。愿我们都能学会做一座冰山，在人生的漫长航行中，不必急于展示你那闪亮的尖角，学会在水面之下，在无人看见的深海里，沉默地、坚定地、日复一日地构建你庞大的根基。与其在喧嚣中宣告，不如在静默中铸剑。当建成之日，寒光自会划破长空，无需言语，世界便会为你侧耳倾听。